Hello，大家好，我是年。影片开始前要记得打开 CC 字幕哦，不然你有可能会听不懂我在讲啥会。讲啥话拢听无。今天这集影片是甜蜜兔宝梦幻的闲聊杂谈哦，算是新的系列吗？有看过我之前角色影片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会在影片的最后做一小段的片尾闲聊。后来因为有些文案写得太长了，所以我就干脆想说把闲聊从片尾分离开，让我有影片可以水，不是，让我有题材可以拍，也让角色语音影片的性质可以单纯一点。废话太多，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吧 ，Let's go！ 6月14号，台服 CSO 更新了新一代的王牌角色，也就是甜蜜兔宝梦幻与雪白萌羊罂粟哦。我认为这一代的推出很有趣哦。首先，这是第一次王牌翻版王牌的状况，与其他很多代都是比较久的普通角色翻新成王牌的状况不一样。他们的原版是第10代的虚拟蜜糖与致命糖果。韩服那边刚出消息的时候，我还在想，天啊，这一代居然是王牌翻王牌，而且对象居然还是电玩双子。不过也是可以理解啦，毕竟大家都知道梦幻罂粟的人气真的是挺高的哦。既然提到刚出消息的时候看到，就顺便问大家问一个问题：你对兔梦与杨素的初见印象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如同我刚刚提到的，我是在韩服释出更新消息的时候第一次看到的。那时候我看到的只有他们的头像而已，就是我在社群贴文上面贴的那个。我对头像的初见感觉就是有点奇怪，有种好像是他们又好像不是的感觉，毕竟外形变化还是不小嘛。罂粟虽然头发整个换了，不过还是能从五官辨认出来是罂粟。梦幻的话就整个不一样啦，发色没有改，不过换了个造型，甚至还上了浓妆。它这个 HUD 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是水手服女高中生的感觉，单边高马尾加上这个衣领，不觉得很像是穿着水手服吗？这部影片的主角是兔宝梦幻哦。由于它是有原版的存在，后面的闲聊会有一部分是在讲翻版跟原版的差异哦。梦幻，罂粟的双胞胎姐姐 ，VR 平台克洛诺世界的招牌直播主，还有一个秘密身份是一名厉害的骇客。在网络中虽然是活泼的个性，不过在现实世界中却是害羞谨慎的性格。今天我们要闲聊的甜蜜兔宝是虚拟蜜糖的变体版本。关于虚拟蜜糖版的梦幻，我们之后再另外做一部影片聊聊吧。首先我们聊聊外观。兔宝梦幻身穿极短版的天蓝色运动外套，搭配白色运动内衣，下半身穿的是跟外套一样颜色的运动短裤。我们可以在衣服跟裤子上看到很多兔子的图案，甚至就连手套的手心跟手背都能够见到兔子。先从头开始聊哦。兔宝梦幻的发型是有卷度的单边高马尾，这个发型会给人比较年轻有朝气的感觉。听说这种有卷度的高马尾给人一种俏丽活泼的感觉，还有减龄的效果。大家有这种感觉吗？再来聊聊妆容。比起蜜糖梦幻，兔宝梦幻的妆容明显比较浓一点，右眼下方也多了一颗小爱心。蜜糖梦幻是俗称的淡妆，只有淡淡的眼色与腮红，而兔宝梦幻很明显是偏浓的妆容哦。除了眼线以外，眼皮跟卧蚕的部分都有加重，右眼下方还画了一颗明显的爱心。嘴巴与蜜糖对比，明显是涂了亮色的口红。再来是衣着，从后方的小帽子与前方的拉绳来看，
这件衣服应该是特别剪裁过的运动外套。这种特别剪裁的衣服，俗称叫做极短版上衣，就像兔宝这一件一样，通常会短到胸口的上方。目的是什么？应该很明显吧？当然就是为了展现好身材啦。现实生活中之所以不容易见到这种穿搭，就是因为实在是太吃身材了。下半身的运动短裤应该也不用我多说吧，俗称的真理裤。比较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袜子，这种一长一短而且花色大同小异的袜子还挺有趣的比起两长或两短，一长一短更容易给人一种非传统不按常理出牌的感觉。我是不建议平常的时候穿一短一长的袜子啊，就算有身材有颜值，没有整套的穿搭就贸然这样子穿的话，别人看到的话可能会跟你说：“啊，你今天袜子是穿错脚哦。”就有点尬。整体看下来，明显看得出兔宝梦幻是走一种俏丽活泼的风格哦。运动外套、运动内衣、运动短裤，还有运动鞋。他的身上真的有非常多运动风的元素哦。兔宝梦幻与蜜糖梦幻一样，身上都有蓝色系，一个是外向活泼的天蓝色，一个是内敛沉稳的暗青色。看到这里不要以为兔宝就是梦幻的真面目哦。虽然角色故事的第一句就写着梦幻穿着可爱兔子的休闲卫衣与粉丝们见面。不过，我们可以从语音试听的第3段得知，梦幻目前是没有现出真身的。兔宝这个形象大概就是虚拟替身换装系统吧。虽然我没什么在玩游戏本体啊，但还是来跟各位聊一下有关灾厄方面的啊。首先是灾厄体质哦。兔宝的体质总和为115。聊到这里来问大家一件事情啊，看过这么多数字不一样的王牌角色，你觉得他们所有人的综合数值是不是都是一样多的呢？还是有谁是被特别偏爱，数值比别人多出个1点3点的呢？给朋友们3秒钟回答。答案是所有王牌角色的数值综合全部都是115哦，从第1代到最新的第18代都是。有答对吗？老实说，我在做的这个企划之前，一直以为他们的综合数值可能都是差个1.5到5点之类的。毕竟有些角色的数值看上去就挺不够好的。那关于角色们的数值，我之后有空再做一部影片跟你们聊啊。既然所有人的总和都是一样的，数值这部分我主要会聊的是3维，指的是体力、攻击跟移动速度。兔宝的有效3维是252525，难得一见的水桶型分配。这点蜜糖梦幻也是一样的哦，只是它是3个24。兔宝梦幻多的这3点，就是从下面2个移了3点分配到3维上各1点。以数值方面来说，算是加强。顺便提一下，75这个3维总和在王牌角色里面已经算是排在前段班了。虽然水桶型比较容易被人诟病是没有特别突出的项目哦。说到灾厄体质，我们就顺便来聊一下它的等级提升顺序。可以看到兔宝梦幻的提升顺序刚好是在3维上很平均的成长，很符合它的水桶型3维。升等顺序这方面，蜜糖梦幻就不一样啦。这部分一样就等到蜜糖梦幻的影片我们再聊吧。虽然现在的等级提升顺序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随便打打怪都可以升满，不过还是稍微聊一下啊。像这种平均成长型的角色，比较适合打前面长一点，你比较容易升得了级的关卡。75的3维虽然是不错的数值，不过它要升到满，差不多要到100等左右。在你抢不到王，怪也只能摸到几下的状况下，就比较不容易打出高数出来。再来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技能，
兔宝梦幻的技能延续了蜜糖梦幻的无敌，它的效果是自身无敌5秒，友军无敌1秒，并且在这期间攻击敌方可以回复血量。我们先来跟蜜糖做个比较，蜜糖是范围内所有友军获得7秒无敌，兔宝比蜜糖的无敌时间少了2秒，但是多了一个吸血的功能，看上去好像就是拿走了一点，又多了一点东西哦。不过我认为这其实就是妥妥的削弱，无敌时间差2秒，其实差蛮多的。拿3-3的绝对防线卡王来说，5秒与7秒的容错率真的不是差一点半点的哦。而且兔宝的共享无敌被改成友军1秒，真的是没啥用处。你要赌队友刚好放对那1秒，还不如赌刚好打死保罗，让你飞到安全的地方去吧。有人可能会问，但是它不是还有一个附加吸血的功能吗？应该也不差吧？这就来聊聊。现在的 CSO 有很多入手不难的枪支都有开放装备部件，部件的其中之一呢就是吸血部件，取得的难度也是非常低。在 BOSS 区域里面，每寸土地都是购买区。要是你的血量不健康的时候，可以马上切出吸血枪来打个几发，血一下子就吸回来了。更何况它吸血的条件是建立在无敌期间，不会受到伤害，其实也没有那么必要把血线拉到健康状态啦。而且我想大部分的无敌可能都是开来挡必死攻击或是机关的吧，谁跟你10滴血跟1000滴血啊，反正都是无敌嘛，对不对？除了主动技能，现在新一代的王牌还会有被动技能跟主见。兔宝的被动能力是从第14代开始普遍拥有的缘分效果，也就是跟同一代的蒙阳因素一起出场的时候会有特别的效果。这一代的缘分效果是致命一击的几率跟移动速度会增加哦。新一代的王牌还有另外一个被动，就是会自带一种主见的效果。兔宝的天赋主见是药物成瘾，这个主见的效果是减10秒治疗券的冷却时间。如果你还有额外带的话，叠加起来会是减20秒冷却。这个被动嘛，缘分效果暂且不聊啊，我们来聊聊主见的效果。药物成瘾这个主见的实用性其实不太高哦。如果你是玩较低难度的灾厄，除了你本身不太会有陷入低血量的可能之外，低难度的治疗券冷却也恢复得很快。那高难度呢？我们这边只用第4难度的极限来做一个测试哦。极限难度的治疗券差不多要60秒的 CD， 就算是兔宝叠加主件也要个40秒，基本上40秒是不可能把它当做主要回复手段的。总之吧，主件效果就跟技能改动一样，由于现在有更方便而且强力的吸血部件枪可以使用，导致兔宝梦幻的技能使用度大打折扣，主件效果又跟白板一样。如果要我选的话，我还是会选虽然体质较差也没被动，但是无敌时间更长更稳定的蜜糖梦幻。兔宝梦幻的联动武器是极炼狱使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狗神。它的联动效果有3种，分别是进行一定次数的左键射击会获得特殊弹，发射特殊弹时数量+2，还有特殊弹的直击伤害量增加。狗神这把武器是2018年推出的年度神器哦。以各方面来说，它都已经被会自瞄、会飞天、会巨怪、360还能多一条命的后浪们给狠狠的拍在沙滩上了。现在狗神的僵尸力等级是32等，个人认为它最刚好的等级应该是29到31这个区间。这方面我不太专业啊，而且有一点偏题，就先不聊啊。总之，兔宝梦幻在联动效果上的加强还是有感加强的。除了直击伤害增强之外，特殊弹数量+2也是一个不错的增强。它这个+2并不是在最外围多加2颗，而是在同样的宽度内增加密度。这样的效果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狗神要发挥它的伤害，除了打头就是要打脚，打脚才能让僵尸吃到特殊弹的爆炸伤害。那么在宽度不变、密度变高的状况下，除了直击更容易命中，僵尸吃到的爆炸伤害也一定会因为密度变高而变多。至于组件增加特殊弹的部分，之前测试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要测的是兔宝与非兔宝，在左键不松开的状况下，累积速度有什么区别才对。这边就补充给各位看一下咯。最后，我还是会建议，如果要玩狗神的话，就玩狗神机关枪吧，不然同等级可以玩的枪支也不少。单支狗神的力度在现在这个版本真的撑不太起来。兔宝梦幻的配音员承袭了蜜糖梦幻 ，CP 一样是叶瑜伽老师。顺带一提，叶老师也有配14代的女忍者灵哦。除此之外，老师也有在很多其他作品配音，其中大家比较熟知的，像是工作细胞、妖精尾巴、楚竹女友、炉石、斗阵等等等。有兴趣的朋友们，我会把叶老师的维基贴在底下资讯栏里，有兴趣的话就自行点阅吧。兔宝梦幻不包含受伤、死亡等等没有说话的语音的话，总共有78句语音，这其中有15句跟蜜糖版的语音是一样的哦。不过官方小编表示，虽然有一些语音是沿用蜜糖的，但是他们也是有重新再配音过的哦。最后我还想吐槽一下啊，语音试听2有一句是在进行骇客工作的时候，因为都是一个人奋战。不是，我说梦幻啊，你在公开的访问上直接说自己在做骇客，那不得被各大公司甚至是直播平台封杀吗？这种事情是可以这么稀松平常的说出来的吗？语音方面我就不多做闲聊啦。朋友们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我之前做的兔宝梦幻台服语音影片，里面有详细的兔宝梦幻语音哦。最后的部分是杂谈哦，这个 part 通常就是随便聊。影片的开头我问过大家，对于兔梦阳素的出现是什么印象吗？其实我刚看到的时候还有一个印象，因为韩服更新的那一篇文章里面也有 Season 16的更新讯息，那个时候的翻译标题好像是叫做《爱丽丝梦游仙境》。看到那个之后，我再往下滑才看到兔梦阳素，我当下就觉得说，这一代该不会是跟16季是统一风格吧？因为他们两个头像长得就很像会出现在那个什么风帽子茶会里面的人，有没有？尤其是兔梦的英文还是蓝兔，加上他又在眼下画了一颗爱心，我就更怀疑16季跟这代角色的设计可能是在同个时期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过，梦幻的发型都是绑高马尾，虽然一个是单马尾，一个是双马尾。在绑高马尾的状况下，头发还能及肩，代表梦幻要是把头发放下来的话，大概是一个及腰的长度吧。头发放下来，别上带有音速标志的发夹，然后再穿个卡哇伊的睡衣，技能改成附近队友越多，无敌时间越长。好像又可以再卖一波咯。对了，兔宝的服装是那个大大红萝卜，很可爱哦。我都觉得官方在角色配饰上做的蛮用心的。它这面料看起来就是那种该怎么说嘞？绒布吗？反正就看上去是一个布娃娃，表情也挺不错的。我现在角色都是背着它，挺可爱的。好的，那今天的角色闲聊杂谈兔宝梦幻篇就先到这里啦。不知道今天听我聊了这么多，有没有让你对于兔宝梦幻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呢？
还是你有什么想听我聊，但是我没讲到的部分，都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哦。哦，对了，如果有想先听哪只角色的闲聊杂谈，或是想听我闲聊什么东西，都可以留言给我，我会视状况安排顺序啊。顺便再预告一下，下部影片也是一个新的系列哦。好啦，那真的要结束啦，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吧，拜拜。这种特别剪裁的衣服，俗称的这种特别剪裁的衣服俗称这种特别剪裁的衣服，俗称极简。